在之前的2期只言片语节目里，我曾经在言馆里向大家蜻蜓点水地简单介绍了几种不同宽度裂缝的基本爬法。10月初，我去了趟裂缝攀登的圣地印第安溪，去上了一个专门针对宽缝攀爬的课程，名字就叫宽缝的艺术。这门课的指导老师是专注攀爬宽缝10年，已经手攀了上百条宽缝线路的宽缝女王 Pamela Pack。在3天的课程里，我学到了好多攀爬宽缝的实用技巧。那么这期节目，我就来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宽缝的秘密。按裂缝的宽度从小到大排，依次可以采用杖指、杖手和杖拳的技术。比拳头更宽，又比可以全身坐进去的烟囱要窄的这段广阔的中间区域，就是多数攀岩者谈之色变的宽缝。宽缝爱好者并不都是自虐狂，攀爬宽缝靠的是50%的技术、35%的身体素质、10%的坚韧意志，以及5%的对疼痛的忍耐力。技巧在这里占了大头。高效的攀爬技巧能够让身体少做无用功，减轻攀爬宽缝的痛苦。攀爬宽缝通常需要攀岩者侧对裂缝，把身体一侧的手臂和腿伸进裂缝里卡住，用裂缝外面的那只脚产生向上的驱动力。我们需要具体根据裂缝每一处的宽窄，采用不同的动作。比杖拳裂缝稍微宽一点点的裂缝，把整只小臂塞进去卡住就可以了。如果还是觉得松的话，可以把小臂往回弯，让膨胀的小臂肌肉塞住裂缝。这个大小的裂缝，脚下依然是普通的杖脚动作，一般都能很稳。裂缝再宽一点，就要开始采用叠手的动作了。手腕交叉，2只手都做普通杖手动作的手型，手背对手背或者手心对手背都可以。手背对手背时，身体会更贴近裂缝；手心对手背时，身体会偏向裂缝的一侧，一般用于角落里的裂缝，或者向左右某一侧倾斜的裂缝。在这个宽度，脚想要卡住是比较难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小腿锁，将内侧腿抬高45度左右，把小腿尽可能多的塞进缝里，然后脚向身体中线方向尽力扭转。外侧脚用脚跟和前脚掌内侧卡在裂缝边缘，或者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把整只脚脚尖朝下塞进缝里卡住也可以。再宽一些，就需要用一只拳头和一只手叠在一起了。这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姿势，并且不需要耗费太大的力气。更好的消息是，在这个宽度，膝盖一般就能伸进裂缝里了。我们可以使用膝盖锁，把整条内侧腿伸进裂缝，然后把小腿往回折，让脚从裂缝里出来，用脚尖在裂缝边缘锁住。随后身体慢慢往下坐，用膨胀出来的大腿肌肉卡在裂缝里。这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休息姿势，通常可以完全解放双手。裂缝变得更宽，叠手就不管用了。这个时候需要卡臂，把内侧整条胳膊伸进裂缝里，手心和胳膊肘分别顶住裂缝两臂，向水平方向或者斜向下推。与此同时，外侧手用类似扒电梯门的动作拉住裂缝边缘，2只手臂合力让后背靠紧在岩壁上。这是爬宽缝最为常见的动作。下半身内侧腿整个伸进裂缝，向内扭转锁住。外侧脚的全脚塞是关键，要用整只脚横跨在裂缝的入口，脚跟靠在裂缝一侧的内壁，脚尖踩住裂缝另一侧的边缘，一般都能踩得比较稳。裂缝再宽，又有一种特别好使的姿势可以用，被形象地称为鸡翅动作。将内侧手臂弯折回来，手心和整条大臂抵住裂缝两臂，手肘尽力向上转，手臂自然就能支撑身体的重量。这个姿势也经常用来休息，控制节奏。目前介绍的所有姿势，向上移动的方法都是相似的。先抬高外侧脚，塞稳，发力站起来，然后保持平衡，小心地把2只手往上挪，重新在高位形成叠手、卡臂或者鸡翅的动作，稳定住躯干，再抬高内侧腿卡住，然后不断重复上述过程。当裂缝的宽度超过脚的长度的时候，刚才介绍的全脚塞就失效了。此时可以采用钉子叠脚的方法，内侧脚的外脚背抵住裂缝一侧，相当于缩短了裂缝的宽度，另一只脚的脚跟踩在这只脚的脚跟处，前脚掌就能够到裂缝另一边的边缘了。裂缝继续变宽，叠脚也塞不住了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通常整个身体都可以挤进裂缝里去，这种裂缝被称为窄烟囱。全身进入到裂缝里以后，2个手都往斜下方撑墙，与此同时双腿的膝盖和脚后跟都分别抵住前后两边墙壁，这样四肢就形成了4个稳定支点。向上移动的时候，轮流用3个支点稳住身体，向上移动另一只手或腿，就可以慢慢挤上去了。
摘烟囱的另一种爬法是把身体横过来，上面的手臂做鸡翅动作，下面的手臂往下推。这种爬法看上去奇怪，但很多时候比正向硬挤要更加高效。攀爬宽缝时，向上移动的进展通常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在难点处，有时真的只能一寸一寸地往上蹭。所以一定不能着急，必须把握好呼吸和节奏，善于在动作之间休息调整，有意识地多做幅度小但稳定的动作。先锋攀爬宽缝的时候该怎么保护呢？依然是用机械塞，只不过这回登场的都是些大家伙，从 Black Diamond 的4号机械塞起步，一直到今年新出的7号和8号。此外还有老一些的机械塞，例如 Valley Giant 和 Merlin。除机械塞外，有时还会用到这种带弹簧可伸缩的管状保护器 Triangle Big Bro。各种型号的保护装置和裂缝大小的相对关系可以大致参照这张图。当然，这是我根据我的身形估计出的范围。不同身体大小的人攀爬同一条裂缝用到的技术动作肯定也会不同。比如说，对手小的人来说，可能4号机械塞的范围里就可以使用手拳叠的动作了。对于内部形状不是太复杂的宽缝，先锋时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是边爬边在裂缝里推着塞子往上走，这样相当于在自己头顶上一直有一个保护点，直到离上一个保护点过去太远，或者是裂缝的宽度发生变化，当前的机械塞变得过松或过紧，再把当前的塞子留在原地，在上面重新放置并开始推一个新的塞子。为了不让机械塞或绳子阻碍自己身体的移动，通常塞子会放得深一些，并且让绳子保持从裂缝内部穿过。攀爬宽缝如此折磨人，为什么我们还这么爱它呢？为此，我采访了一下宽缝课的老师们。Because they're challenging, they're fun. Well, They're fun-ish. fun-ish. You know when it's fun? When you can do, then it's awesome. When you cannot do, then you Nice. When you can do, then you love. So it's loving. Because it's hard. That's my reason for it. Knowing most people don't like it and don't want to learn it or do it. So then when you do it, they look at you doing it, they're like, how? How did you get up that? Yeah, what's wrong with you? Usually that's the first question. Yeah. What about you, Pam? Oh, I don't like climbing off lights. Huh? I've never had fun. I haven't had fun in 10 years. She loves off it because she put herself in trouble and then she figured out, and that's a kind of fun. Yeah, that's fun. Yeah.